跨越4000多公里，从香港坐高铁去鹤岗，到底有多爽？这香港物价太高了，随便吃一顿便当都得180的。这老叉烧饭都65一份，可乐还14呢。这一顿叉烧饭都够在广州吃3顿的了，住一宿也得上千块。再不走的话，我就得破产拉饥荒了。正所谓南有香港，北有鹤岗。既然香港消费不爽，咱们就坐高铁去鹤岗，全程仅需4100公里，24小时之内咱们就能抵达鹤岗。直达的高铁是没有了，咱们得中转一下。首先要乘坐这个高898次列车去北京西，这玩意儿可是全球首款能搂到350的高铁卧铺啊！看看这环境，就问你带派不，老铁？每张铺位都发了个洗漱用品，还有小零食。香港住一宿要上千，和这个车票价格差不多。对面上下铺是漂亮国的一对小情侣，刚才跟我打招呼，我只会说哈喽。这扯不扯？上学的时候英语都没记过格，刚发车10来分钟就进深圳了。在餐吧买了瓶矿泉水10元，去完香港才知道这高铁上卖东西还是挺便宜的。即将经过虎门高铁站，这车今晚还会停广州南、长沙南和石家庄3站，然后就终点站北京西。最近也是总有人问我为啥更新这么慢，因为家里有老人要照顾，这是安排好了才有机会出来的。广州南这么多人，还得是广州，这客流比深圳猛多了。我上铺来个大哥，非要换我的下铺，这不开玩笑吗？差了100多我跟他换，这帘一拉往床上一躺，我感觉比香港的小旅馆都舒服多了。刚才乘务员用中英双语过来喊起床的，正好睡一觉就到北京了。一会儿下车之后，咱们还得抓紧去北京朝阳高铁站，正好2个小时的换乘时间。早上7点就这么多人了。首先我们先坐7号线到九龙山站，然后再换乘14号线坐到朝阳公园站，最后换乘3号线从北京朝阳到北京西，坐地铁正好1个小时。到达候车室得先去弄点吃的，整点预制早餐。接下来咱们开启第2段行程，踏上这趟京哈大标杆高905次列车。这提速到350这么不自信吗？提前2分钟发车了。列车运行前方到的是沈阳北站。这京哈提速到350以后，我是头一次乘坐，这都开到怀柔南了，但是车速还没完全提起来呢。这早餐好像吃不对路子了，刚才化身喷射战士，我这一路都蹲到承德了，正好感受一下时速350通过承德南的震撼。这速度多少有点不完美，电光火石一路向北，转眼间咔嚓一下子就通过了承德县北，紧接着是平泉北。这站还踩了一辆京哈战战乐高3503，这350怎么感觉跟京广和京沪有点差距呢？这会儿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辽宁省的陵园市，这是陵园的高铁站牛河梁站。陵园这座城市看起来是挺 beautiful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以省份独家冠名的高铁站辽宁朝阳站。这速度多少差点意思啊！像人京沪和京广大标杆速度都能350超一点点，就比如说偶尔能跑到351、352那样，感觉这京沈大部分区间都是在320左右蹦的。到了辽宁版的鹤岗阜新，这一站已经追上了比咱们提前1个多小时发车的京吉战战乐。进入到沈阳市境内了，这是新通客专的起点站新民北。京哈350的提速区间，北京到沈阳段已经跑完了。列车已经到达沈阳北站。接下来沈阳北到哈尔滨西区间就是310速了。首先我们通过的是宇宙中心大城市铁岭的高铁站，紧接着在开元期再次超车吉林到大连的高8007。我们已经进入到吉林省境内了。在视频有个可怜的小兔兔被踩，这是大连北到哈尔滨西的高709，这是昨晚卧铺高铁那个小零食，中午先吃这玩意儿垫吧一口吧。哎，这长春西的站台上怎么一个人都没看着呢？终于进黑龙江了，马上到达这趟车的终点站哈尔滨西，又是不在一个站，还得抓紧换乘。在哈尔滨西站先到3号线，到达人民广场站再换乘2号线。3点20的车时间还够用。先在人民广场出站地铁口附近扒了一口饭，点了一份砂锅配油饼，哇，好烫！再搞一个广东版的微辣。再次回到人民广场站继续赶车，这时间掌握的非常 nice。刚过完安检，进入候车室就检票了。车停这老远，站远点不得停长春站去了？到鹤岗就只有这种绿色的复兴号了。金光闪闪的3个大字，车次是靓号 C311。这车是一半正着坐一半倒着坐的，人还挺多，满员了。这大哥还买了个3等座。这动车有点慢，给我晃悠睡着了，正好一觉搂到了佳木斯。这去鹤岗人这么多吗？这过了佳木斯居然还是满员的，一会儿不得挨浇啊！经过了23个小时，终于从香港抵达了鹤岗，刚下车就拿闪电劈我。这鹤岗比香港厉害啊，还能刷全国一卡通呢，仅需花1块钱我就能坐到市中心，100元左右就能住鹤岗最繁华地段，晚上必须得来个高消费，这花了30就给我吃撑着了。